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最强飙女杨幂赵丽颖到底是怎么崛起的？要说事业心最强的85后女演员，莫过于杨幂和赵丽颖了。两人的隔台对打相当精彩。杨幂在《爱的28定律》中，与其说是演戏，倒不如说是在走个人 T 台秀。演技，那是她最不需要的，谁有老娘美？而赵丽颖在《风吹半夏》中演出了年轻湛蓝那股创业的拼劲儿，着实让人眼前一亮。不但人民日报点名表扬《风吹半夏》，连评分都达到了惊人的8.4，可以说是口碑与收视率齐飞。其实杨幂和赵丽颖很像，都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拼命三娘劲头。赵丽颖刚出道那会儿，曾被嘲笑圆脸做不了主角，再加上跟王宝强一样出身农村，还被嘲笑土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不被业内人看好。可她不认命，暗暗发狠，5年狂接了15部戏，因为她位低，那时候的导演都不拿她当回事，对她极尽羞辱。比如在拍电影《宫锁沉香》的亲热戏时，按理说是要清场的，以示对女演员的尊重。可导演不但不清场，甚至还不断要求赵丽颖调整姿势。然而一时的荣辱，赵丽颖压根不放在心上。她要做的是死死地抓住每一个拍戏的机会，只要还有戏拍，就有成功的可能。终于在多年默默无闻后，2012年她抓住了《陆贞传奇》，一举成名。之后更是凭借《花千骨》成为了白玉兰史上第1位提名视后的偶像剧女演员。人这一辈子真正逆天改命的机会可能就那么几个，一旦出现，我们要学的应该是赵丽颖的这股劲头，拼命抓住。相比于赵丽颖，杨幂的演艺生涯就顺畅得多。20出头就凭借《仙剑奇侠传3》里的雪剑为观众所熟知。2011年因为电视剧《宫》的热播，更是迅速爆红。那个时候的她有多红呢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连她唱的那首跑调的主题曲《爱的供养》都火得一塌糊涂。多插一句，虽说杨幂很红，但《宫》里面的颜值担当还得是佟丽娅。杨幂的大学老师曾这么评价过杨幂：如果能使100分的劲，她绝不使90分。而杨幂也不甘心只当一名戏子，她有更大的野心，那就是成为资本。2011年，她斥资543万，拿下了欢瑞世纪50万股股票。悲剧的是，2014年，欢瑞世纪借壳上市失败，杨幂果断原价卖掉了手里的股份，然后离开欢瑞，自立门户，跟经纪人曾佳、赵若瑶成立了嘉行传媒。俗话说，3个女人1台戏，而这部女性合作创业的大戏也开始正式上演。而让杨幂利用资本，继而成为资本的那场大战，就是圈内人津津乐道的对赌协议大战。2016年6月20日，估值仅有2500万的嘉行传媒宣布向上市影业定向发行股票，募资3亿元。为了获得这3亿元的融资，嘉行传媒与上市影业签了对赌协议。协议的内容是这样的：如果2015、2016、2017年嘉行传媒的净利润低于3.1亿，就要用更高的价格买回来，年利率15%，像不像高利贷？这3年对杨幂来说颇为不易，因为对嘉行传媒来说，最赚钱的人就是她。明面上显示杨幂只占公司7%的股份，却要扛起公司大半的营收。杨幂是傻吗？而为了赚钱，杨幂接的电视剧、电影开始良莠不齐，3年时间一共拍了12部，综艺杂志更是数不胜数。
就这样，2015年他们的净利润是8100万，2016年净利润是1.27亿。时间一晃，来到了2017年，离3.1亿的目标还差1亿。留给杨幂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这一年，嘉行传媒全员草木皆兵，几乎是人人向前看。万万没想到，杨幂主演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一上线就火爆全网，直接让嘉行传媒超额完成了对赌。2017年，他们的净利润达到了1.94亿，而嘉行传媒的估值也从2500万狂飙直进，达到了50亿。毫无疑问，杨幂也在这一年从演员晋升成了资本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杨幂这么拼，真的只是为了那7%的股份吗？咱打个比方，假如你和你的朋友合伙开公司，只占7%的股份，而这个公司的利润主要靠你来挣，而且一旦出现声誉上的损失，锅都要你来背。别人投资签对赌协议，也是因为看中你这个只占7%股份的小股东的赚钱能力，这合理吗？杨幂这付出和回报成正比吗？在你眼里，杨幂真就是个天真的大傻子吗？可能真相并不是那么简单。抛开其他不谈，只谈事业心，杨幂和赵丽颖可以说都是现代女性自强的典范。一个善于抓住机会，一个有成为资本的野心。罗永浩曾说，彪悍的人生不要解释，而他们两人也活成了别人眼中的最强彪女。